其实你跳舞好不好看，有没有感觉，跟你学过多少支舞，有没有先把动作都记下来，没有直接关系。可惜大部分人却都卡在了这儿，迟迟体会不到舞动时那种个人魅力凸显、自由又享受的美妙感觉。去年我的同系列视频达到200多万播放，让我看到太多人渴望突破这个瓶颈。所以今年我想再送大家一节入门课，让我们一起用舞动开启充满活力的一年。接下来我们就来沉浸式的体验如何在舞动时充满情感和个性，即使只用几个很简单的动作。哪些核心能力能让你快速跳得好看？即使你现在觉得自己僵硬不协调，并分享我从31年舞蹈经验里总结的一套让你一学就开窍的舞动底层逻辑。准备好体验开窍的感觉了吗？那我们就开始。OK， 那今天呢，我还特地请了2位我的完全零基础的朋友来跟大家一起体验这个课。那首先呢，我想邀请大家先跟我来做一系列的动作，然后我有一个要求，跟着我的动作做就好了，但是不要看我是怎么做的。比如说我做脚左右，然后你就知道哦，我是脚左右，但是你不要看我是怎么去做这个左右，看看你自己可以怎么样把我的这个动作放到你自己的身体上去。这个呢，其实是在初期学舞的时候就非常需要了解和掌握的东西。那我们的传统教学呢，通常就是忽略这一块的，所以我先不告诉大家具体是什么。我想请大家一边做，然后一边去想。我们做完之后，我再跟大家解释。OK， 在我们马上进入之前呢，我们先来快速的加热一下我们的腿和膝盖，以及我们的脚。大家来跟我一起先做一下脚的前后切换。推脚背，因为现在是冬天，我们比较冷，所以我们先活动一下这一块的关节。现在我们的脚打拳，慢慢的往外打拳，活动一下这块的关节，可以防止一会儿在练习的时候不小心受伤。OK， 然后我们往回转，我们不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加热这块，我们只要做一下下，让这个血流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关节、我们的韧带就好了。OK， 我们反面。打开，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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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回，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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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再来顶一下我们的脚背，往前顶，往下压，往前顶，往下压，非常好。现在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膝关节，看前后的伸直。弯曲、伸直、弯曲，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然后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骑自行车的动作，往前、往前、往前，来活动一下我们这一块膝关节。OK， 那不稳定的朋友，我们可以手扶墙也 OK。前后弯曲、伸直。弯曲、伸直、弯曲、伸直、弯伸，然后画圈圈。3 and 1 and 骑自行车一样的，去感受自己的膝关节这块的活动性。OK， 非常好。那最后我们再来转一下我们的胯，脚打开稍微大一点，然后我们让我们的屁股画一个平圆的感觉，像你在磨花生酱一样。感受2个胯关节，大腿骨跟胯关节之间的这个旋转，反面一，非常好。OK， 那我们正式开始。右脚。主要是脚步 ，faster， 跟着音乐的感觉。加速。加速。
2, 3. Pump, 往前，中间。跟着音乐的感觉 ，faster。 Back up， 1、2、3、4、1、2、3、4、1、2、3、up。OK， 继续往下，大家再放松一点。当你熟悉这个脚步之后。 3次回，3次，2、3回，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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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回。往前，往后，前后。 慢，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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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再来，慢的 quick， 一个慢的，30块的。继续，1叉 slow，quick。 I saw you 6 feet tall, free on the dance floor. Immediately I was so drawn to you. The background is all 蹲起，蹲起，蹲起。 Euphoria in our little world. Force of magnetic. 上下的。 下上，下上，下上。加手，把手松出去，再往高，往斜上方。 6 feet tall, approaching me slow. A kiss that flies me through the rooftop. The background dissolves into nothing at all, and it's far as we're touching. The seat of the taxi got high. Force of magnetic, and I don't ever want you to stop.
you to stop.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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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his feeling that's washing over my body, I haven't felt in so long. Now that you're here, holding me closely right here is where we belong. And we danced like crazy. Euphoria in our little world. Force are magnetic. And I don't ever want you to go. Don't want you to 自己 go. 甩甩甩。 OK， 非常的好。我感觉到了动作好像让我整个身体有一种流动的感觉。非常好，这个就是我想要给大家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就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理念，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不是去说我们要把动作跳出来，而是动作能如何让我们舞动起来。这个动作，这个是个框架，我们在这个框架里面，身体可以如何自己去 figure out， 自己去把它搞清楚。这个具体是怎么动的，用你们自己独特的身体去动，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学舞的时候，现在我们太专注于这个动作具体要怎么做了，就说 OK， 老师是这么做的，那你非得做成我这个样子。但是你对我的身体是不知道的，你是用你自己的身体来 copy 我的身体的时候，需要你的身体 actually 有很多的能力，才能去1比1的复制。这个需要长时间的练习。但是如果你们能将注意力从老师身上移开，让自己的身体在我们设计好的动作里去感受，你能获得很多老师再怎么给你做示范、给你解释都得不到的信息，也就是你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培养真实的体感，在舞蹈学习里其实是第一步。你只有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你接下来学动作的时候，才能从这个感受出发去调整。所以我设计这节课的时候，就是想让你先感受，而不是先记动作。比如我们刚刚跟音乐做的这些动作，你感受到了什么？其实有很多层面，你的情绪、快乐、紧张、放松，你的体感、协调、不协调，重心的切换，肌肉的参与。所以我就是想让大家完全忘记我具体是怎么做的，而是说，这个动作能让你怎么动起来。就是说我们身体是非常的聪明的。当我们一开始我们在学这个动作的时候，一擦擦一擦擦，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始终在记忆这个动作的序列是什么，是什么顺序？哦，是右脚左左左右右。但是，一当你的身体对这个序列记住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始 automate 自动化了。这个序列自动化，当我们在重复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动势。比如说，我往左，我就要到右边；我从右要往左，这个动势我们一定要捕捉住，因为我们就是靠这个动势来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去找到，我能如何去把它自然的、高效的、轻松的做出来。所以我们要去找那个动势感。你看我们刚刚所有的动作，啪啪，我们都是重复，我们没有往下走，我们就是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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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靠这个动势。我到了这儿了，我就要回来了，身体自然的，对不对？往左了，我就往右了。就像你看，跟我一起做，擦擦擦，看到那个动势了吗？是不是自己身体就自然的 yes 擦，跟着 yes， 看往右甩了之后会怎么样？往左，是不是？不要看我怎么做，用自己的方式怎么样去甩出去，把手甩出去，甩甩甩，如何最高效的去利用这个动势，帮自己到了左边我就更好的往右，到了右边我就更好的往左擦，你擦也可以这样擦，你擦是不是？啪，
啪 ，yes， 一擦擦一，重心倒了，一擦擦一，重心过去，一擦擦一，第三步重心擦，第三步重心擦一擦，重心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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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ly， 你看自己的感觉出来，再来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要说的，通过这个重复，包括刚刚我给大家分享的不一样的音乐，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节奏感。然后我们用这个节奏，当然这一方面是我的任务，我用这个节奏来感染我自己，然后去即兴的去给出不一样的脚步。因为这个动作跟这个音乐是融合的，所以我们更加能够通过音乐给到我们情绪上的一个补给，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动作，去序列化，去自动化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自然的舞动起来。你们可以再稍微放松一点，就是，动作左右右右左左，或者是左右右左 whatever， 或者慢快快快。慢快快快，对不对？不一样的动作，当你们一旦知道这个序列之后，就可以完全忘记我是怎么做的。因为很多人在前期学舞的时候，一直苦苦的被困在动作学不会、跳不好看这个阶段，跳了很久都还没有真正的感受到身体在舞动起来那种活跃起来的体感，以及随着动势与音乐对话的乐趣。跳舞没有感受到身体，没有乐趣，自然也就学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要先找到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些东西，然后再慢慢的去提升我们的舞技。那如果你想更轻松、更快速的找到这种舞动的乐趣，我的陪伴式互动学舞方案就是专门帮你做这件事的。你学舞的每个步骤，我都会亲自把关，指出你的问题，给予针对性的辅导，让你的进步肉眼可见。感兴趣可以看看视频下面的介绍。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学2组动作，非常非常的简单，一学就会。然后呢，我们来继续找这种动势的感觉，这种自动化的感觉。然后呢，我们会和音乐，然后我们会把音乐一会儿再告诉大家。OK， 非常简单啊，左脚，右脚，膝盖关进去，开回来。OK， 然后重复右边，1、2、3、4， 1、2、3、4不动，1、2、3、4， 1、2、3、4。给大家一个记动作的逻辑啊，你看我们要在这些动作里面快速的如何去自动化，我们要找到这个逻辑。我们现在像 Sophie 她的一个挑战就是，她不知道一组做完之后，她不知道哪个脚先开始。虽然我也在说，所以你看啊，踩我不是进来吗？我不是起吗？然后我们就再走这个脚，然后走这边，然后再走这个脚 ，OK， 这样子去记动作，就这是一个每一个动作我们都要去找逻辑，怎么样让自己能自动化的更快。再来一次啊 ，Ready Go， 左往左转，右往右转 ，exactly， 左，擦擦，1、2、3、4，左2、3、4，右2、3、4，左2，上身放松，右2、3、4，左2、3、4，右2 ，exactly。接下来我们来放首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动作做出来，好吗？左边开始，我们先做慢的，5、6、7，屁股不要撅，整个人拧，对，跟着膝盖一起拧，炸啊嘣炸嘣，回有个拧回，加速了啊，6、7。Exactly. Okay, very good. 下一组动作，累不累？其实减肥了，今天减肥了。OK， 左右交叉，非常简单。OK， 走一个 square 正方形，左斜前，右斜前，左斜后，右斜后 ，repeat， 左右。后斜啊！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有空间方位的概念。我们人站在这儿，我们是中心点，
正前、正后、正旁在这儿，正右在这儿，左斜前、右斜前、左斜后、右斜后，4个点放到地上，就是这4个点。我们可以走得很小，这个正方形，4个角，我们也可以走大，但是依旧是以我们的中心为主，这个正方形会变大。OK， 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就要有这个概念，左斜前我们脚步不大，就是很小的脚步，正常走路的脚步，往后，往后，跟我一起做，左、右、后左、后右、左前、左右，上身放松，自动化，记住这个序列，这个动作的序列，先记住，脑子里先 encode, remember it, and boom。Okay, now I'm gonna put a R. Okay， 一样的，左斜前，右斜前，2个斜角上去。OK， 往左斜后的时候来个推开来，回到胸前。OK， 所以这个手是哒、擦、擦、擦。OK， 下上去，下上去，打开，回到自己的胸前。这边撩上去，右边撩上去，不要啦，还是要吧。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不要啦，还是要吧。左、右，走开，回来，左、右，走开，回来，左斜前，右斜前，走开，回来，左斜前，右斜前，走开，回来，加上脚，协调一下。左、右，不要了，还是回来吧。再来左、右，不要了，回来。你们自己去，你看我在给你们加这个想象力，加这个潜台词，这都是可以拿来用的。你可以自己去想着，哎，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因为我们的动作是带有情感的。其实，如果你在这个psychologically 就是思维层面，在思维层面如果可以给他一个解释的话，你做起来其实会更有感觉，好不好？大家来都给自己有一个 story 这样子的感觉啊，随便你们是什么 story， 反正我给你们一个 base。 OK， 往前，右边的不要了，回来吧。左、右，不要了，回来吧。 OK，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合一下音乐，新的一个音乐，感觉音乐的节奏。我们先从脚开始，是柔的，是一个女性非常柔软的声音。Exactly， 跟着那个感觉，把这个脚步放进去。Exactly， 摇起来，最后一次，然后我们加手，非常好。左边手，左边。还是推开吧，还是回来吧。Exactly。可以甚至看着手的方向。最后一次。OK， 非常好。什么感觉？很爽，是用口诀，然后来去感受这个动作，然后配上这个音乐，我觉得我能更好的把这个动作做出来，然后感受到自己的这个节奏。我觉得一开始还是有点想要去跟着老师去模仿和记动作，然后到后面，特别是老师教给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手松开，然后收回来的时候，然后再加上音乐，就身体就在自然而然的去跟着这个旋律在律动，所以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感觉。你们都做得非常好。OK， 那现在呢才是好玩的时候，还是刚刚这2组动作，但是我们把它们的音乐 swap 一下，换一下。OK， 然后我们要看啊，同样的动作，在不同的音乐的感染下会是什么样子，好吗？然后我们先来做这个一擦擦，刚刚有快的时候是不是瞬间就有一点 overwhelming too much？ 但是我们现在配上我们刚刚那个音乐，看看是什么感觉，自己去找，不要看太多我是怎么做的，当然你可以借鉴
因为动作你已经记住了，把感官放在音乐上，看音乐能怎么样去 inspire 激发你的动作，好吗？ Staring out the window. Did 往 you 前一点 say 点， something? Well, 左脚 I 开始。 lost it. Did I leave the fire burning or the water running? Are we flooded? What if everything is ruined? Has that space 感觉那个慢的感觉，轻轻踩的感觉，哎呀，啊，稍微快一点点，快1倍。 Anxiety, why do I predict the future? Cut without a suture. The 可以加上手的话，我们可以把手加上。 And anxiety, why do I relive the past? That song that's always blasting, the bruise inside my brain. And anxiety, Yes，大家让自己感受这个感觉。安静下， I leave my keys in the door. 感觉有种很不得已的感觉啊，好心痛啊！啊，心都扭在一起了，我的心都扭在一起了。Exactly， 纠结。纠结吗？纠结，有纠结的感觉哈。看，拧巴的 exactly， 就是刚开始前面那个节奏的时候是那种很干脆、很酷的那种感觉，嘣啪嘣嘣啪嘣。但是一放到这个音乐里边，瞬间整个基调就柔下来了，就是啊，哎呀，啊好纠结啊，心好痛啊，就变成这个感觉了。OK， 然后我们做这个，是不是刚刚是那种啊，来吧。回来吧那种感觉，然后放到我们刚刚第一个音乐里面，再看一下是什么感觉。我们从脚开始，左脚是不是？瞬间强硬了，有没有？加手。Exactly， 所以刚刚一开始我在编创的时候，这个动作是很柔的，瞬间因为这个不一样的音乐，我们就变成了非常的酷炫啊，感觉走路带风的感觉，嘣嘣嘣，带风的感觉。所以这些就是我想让大家在一开始学舞的时候就可以体会的。其实动作都不难，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把这种感觉 feeling 给它加进去，好吗？自己感受到就好了，自己先感受到，这才是最重要的。自己感受到了，跟自己这种感觉、这种新的这种状态，在你身上你自己觉得舒服了之后，就会越来越往外散发出来。OK， 那其实刚刚啊，我们在练的时候，我都在强调很多腿下的动作。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这个，尤其是我们在重心转换的时候，包括这些动作，你的脚如果没倒清楚，或者重心没有转换清楚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动作就卡住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先把脚下的动作重心先搞清楚，我们才能这个动作首先才能形成，然后才是加上手的动作，才能有这个推的感觉、摇晃的感觉。所以其实一开始就都是下半身，因为下半身是整个动作能量的来源，我们的所有的动作都是从下半身推过去的，都是从下半身才能推到上身，下半身推到上半身，对不对？没有下半身，上半身做的再好看，也是没有用的。这个力是从下面推起来的。所以我们在练舞的时候，尤其是新手刚开始学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解决下半身的能力。那再具体一点，我们要解决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重心，我们如何 carry our weight， 如何去传送我们的重心。因为我们跳舞的时候，
不是这样站在这不动的，我们是要有动作的，我们要走的，我们要走的 ，right？ 我们要往这，我们要走，拎下，哎，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重心如何切换 ，OK？ 所以当你掌握了如何去传送你的重心，你同时就解决了脚下的协调问题，因为很多时候脚下不协调，都是因为你的重心没有传对，没有送到正确的腿上。还有一个就是会解决掉你的平衡性，很简单，能传送了我就平衡了，对吧？没传送过去我就倒了，就是这个意思。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步伐组合，然后呢，我们来感受一下为什么我说，当你解决了你如何传送重心之后，你的脚下就会协调起来，好吗？跟我一起往前，往前，往旁，往后 ，exactly 啊，右脚、左脚往旁往回 ，OK， yes， 再来一次，1、2、3、4、5、6 ，OK， 这个是慢的，再来啊，1、2、3、4、5、6 ，yeah，OK， 我们加速啊，1、2、3打4， 1、2、3打4 ，yes。所以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从第一步开始，第一步脚出来，重心在左脚上，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重心往脚掌上移的感觉？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脚重心是不是往左脚移了？然后我们重心不是再往前走了，重心是往旁走了，所以我们在这儿。第二个脚往前移了，我们就要重心往旁了。对，我们往右脚上移，对不对？是这一步，从这儿往前，往旁。OK， 往旁的时候，你看这会儿重心还在这个脚上，然后左脚踩下来的时候，重心移到左脚，我是不是右脚就可以往后走了？是稍微往斜后一点点，在这儿很小的一个步子。OK， 然后重心移到后脚上，我回来。Yes， 往旁移重心到左脚很重要，重心在右脚，重心在左脚，你才能 free yourself， 你才能把我的这个右脚 free 出来，空出来。如果你的重心一直在这儿，你就没有办法往这儿走，你的这个脚就没法往后走，是不是 ？OK， 那我们再来走一次，然后我们加速，走，走，往旁，往后，走，走。往旁往后啊，重心还要，当你这个脚踩下来并过来之后，快速往这个腿上移，还要往左腿上移，好吗？这个重心还要转。你看，如果这个重心我们不解决的话，你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如何把重心到底是在哪个腿上的话，这个动作就很难完成，就没法做下来，也就等于说还没协调。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重心搞定了，我们这个动作才是协调的。往前，往前，往旁回，往前，往前，往旁回 ，good。往前，往前，往旁，重心移到脚，是不是这个脚？是不是这个脚的重心很重要？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重心的转换。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动作，我们再来以更大的动作幅度来感受一下重心啊！我们这样子双脚打开，比肩宽，朝斜八字，然后我们蹲下来 ，yes， 蹲下来。Actually， 大家先来跟我做一个活动胯关节的动作，这样子呢，我们一会儿再来做这个蹲的时候，体验会更加好一些。让我们先蹲下来，然后很简单，我们双脚放在前面，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脚打开。脚贴着地面打开，然后膝盖尽量让它不要翘起来，让它与地面接近，好吗？打开，然后收回来。其实我们的脚在地面画了一个圆圈的感觉。OK， 打开，然后你看脚先收回来，往自己的左腿靠近，然后膝盖关回来，伸直，再来打开。Yes， 我们的手可以往后撑一点，没有关系。上身可以往后，主要是让自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让自己的胯关节放松，尤其是这一块抬起来的时候，让自己的膝盖再往肩膀后面去抬的感觉。OK， 关下来。那我们原路返回，收，往边上打开，下，
收，往边上打开的时候，你看打开的时候脚往外画个圆圈，收回来，往外画个大圆圈，收回来 ，yes， 非常的好。擦擦一擦擦一擦擦 ，OK， 那我们来做反面一样的，先往外打开，关回来啊！你看我全程我的脚都是贴着地面的，一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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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原路返回，一打开画圆圈，打开之后脚往外画圆圈，再来 ，yes， 往外，膝盖去找自己肩膀后面的感觉 ，OK， 非常的好 ，OK， 那让我们现在再来回到这个蹲的动作。哎，我们蹲在这里啊，我们感受一下，看往下沉，啊，我们往上起，啊，再来蹲，弯膝盖，人往下，再往上。然后我们在这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蹲的时候，我们的屁股不要这样子，啊，这个是99%的新手在蹲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OK， 这样全部压力都在腰上，然后核心是松的，屁股就没有练对，练的都是这块。我们把屁股放下来，感觉后背是垂直的，在这个位置上蹲下来，然后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把大腿内侧肌转开，蹲下来，上身垂直。这样子的时候，你看和这样子的时候，你们感受一下，这个重心有什么区别？这个大腿的力量承受力有没有什么区别？这样是不是和这样是不是难？但是在这个位置上练多了之后，你的下半身，你的腿就会非常的有力量。我们蹲下来，我们要把这重心压到地面上，我们往左边移，我们往右边移，往左。大家感受一下，你看我们重心往右移的时候，是不是右脚的脚掌的压力更多一些啊？左脚完全伸直，重心往右移 ，yes， 往左。对，如果觉得外八字太难的话，我们可以关回来，一样的，正步也可以的，往左边，往右边移，再往左边，往右边，你们继续做，往左边，再下来 ，exactly， 小腹提起来，哎，重心完全推过来，屁股不要扭，对，在这个位置上别扭屁股，对，这么移，对，还是有点扭，哎，这样子整个人过来，再过来，看在这儿呢。不是在这儿，来，你刚刚怎么做？你刚是这样子，我重心还没有完全移到这个腿，我完全移，再过去，这个膝盖伸直，对，在这儿，哎，然后移 ，yes， 上身保持直立，上身别扭，就是下半身。对了，上身别瞎使劲，哎，你也做一下 ，Sophie，yes， 非常好，非常好，对，非常好，就是这个位置，屁股别动，屁股稳定的靠腿来动 ，yeah， 靠腿来动 ，yes。啊，屁股别动，我们练的是腿，我们练的不是屁股，我们不是这样子去动。当然这样子也有，但是现在不是，我们练的不是这个，我们说了，下半身很重要的是腿的能力。蹲下来，我们靠腿，我们的脚要推地板，你看我的膝盖要慢慢脚往地上推。这个力量推，然后不是把我人往上推，而是把我的人往左边推，重心移到左脚，看看是不是我们现在左脚脚掌跟地面接受的力量多一些，右脚少一些，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还没有做对；有的话就对了。然后这个脚推地板，膝盖慢慢伸直，往右边推 ，exactly， 然后往左，哎，往右。往左，往右，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是让你去感受我们的身体如何被我们的腿去带动，我们的这个 weight， 我们的这个核心，我们上半身的这个重心，我们这个臀部的整一个重量是怎么样被传送的，就是通过腿，通过地面，通过推地板给它传送过去的，推过来，推过去，推过来，推过去
那其实腿部的重心移动和平衡感的训练是我线上互动辅导的一个核心重点。因为如果脚底不生根，找不到推地的感觉，你就没法好好的跳舞。就像我课程里的学生们，刚开始重心都在屁股上，不在脚上，但在我的亲自指导下，几周后就看到了明显的提升。你也可以做到这样。OK， 那我们继续，脚惯回来，推，看到没有？推，再推，推到一个脚上。蹲下来，往旁边出去，大家跟我一起做，回到中间。我们现在重心在两腿中间，我们重心往左边推，再往左边推。现在重心完全在左脚上。蹲下来，重心依旧在左腿上，右脚一点点点地，脚出去，重心还在左腿上，重心慢慢的往右腿上放。现在是两个腿同时支撑身体。在这个位置上 ，OK， 然后再往右边去，再往左边，往右，我们脚小点，感受到这个上身不要动，还没有到这儿，下半身先对了，整个下半身移过来，往后移 ，2 1， 起来，回来，往右，起来，吐气，回，起来。吐气，起来，你看回来停一下。刚开始做很好，但是做多了之后，可能由于疲乏，就问题就又出来了，就上身又起来了。这个是我们的就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上身就像我端了个水壶一样，在这个位置上，是这个感觉，而不是在这这么端。这么端我们用到力就不一样了，我的大拇指就要抠着这个水杯，是不是？我大拇指一松它就掉了，大拇指就是我们腰这块了一松就掉了。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是不是靠着自然的地心引力往下去这样子去推的？我们要的是这个感觉，上身一定要起来，保持这个垂直才能练到位，不然这样子的话就是练不到的。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我们不需要蹲的那么低，我们这一点点，我们这半蹲，但是我们看重心左。重心右，左，右 ，right 左，右，保持平和的吸，吐，吸，吐，屁股还有点扭，左，屁股不要扭，平的非常好，非常好，左拎，吸气，吐，吸，吐，and 3 and 1。And 2 1 and 2， 尤其是沉下来这下，你感觉身体是垂直往下滑，而不是撅屁股垂直的往下滑，垂直往下滑，吸吐吸吐吸，大家有没有感觉在这个位置上做这个动作，有一种非常平静的感觉？身体气息跟着身体的浮动上下的，像个非常平静的大海，有波浪，非常有规律的随波上下的感觉可以脚步再稍微大一点，根据自己的情况，and 5 3 3 5 3 5 3。再放松，吸，吐，吸，吸，把气息与这个动律、与这个动势，我们这个动势跟气息结合起来。你再你都可以加手下，拎下，一个手也可以往下，拎往下，拎往下，拎往下，对不对？非常的好。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是我们刚刚前面用音乐去把这种情绪找到，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动作的技术，我们具体要怎么去调整我们的上身，如何去转移重心。当我们把动作层面这个基础，我们的这个大腿的能力
核心的能力、气息开始有这个概念去把它运用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它自然就有一种平静的感觉，因为这个动作本身设计的就是会让你有一种非常和谐、悠闲的感觉，所以这个呢是另外一个点。OK， 那既然我们说到了气息了，我们把注意力现在移到上身。那上身呢，我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学舞初期大家就一定要着重去学习加强的一个东西。那首先呢，来跟我做几个动作。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体验我们接下来的动作，首先我们稍微的活动一下上身的软开度。我们在这个位置蹲好，然后双手握拳放在地上，然后往前，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注意我们的那个大腿骨跟地面是成垂直线的，也就是说屁股要在天花板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手往前移一点点，然后我们现在要让这个胳肢窝啊这块啊打开。OK， 你看我啊，这么往下，把我们的这个胸椎往下压。OK， 保持这个手小臂、胳膊肘这块与地面是顶住、吃住力的感觉。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去这么往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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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现在来做一下后胸背这块反向的拉伸。我们先站好，然后头往下，把肩膀往回弯，然后让自己的额头去找自己肚脐眼的感觉，去往下沉，就在这块放松，然后在这块感觉自己的后背放松，肌肉放松的感觉，脖子这块的肌肉也放松的感觉，脖子这块肌肉再放松，对，人腰不用再往下了，对，胯关节不用动，对，这块放松，你这块就很硬。对，这块要放松，这里的肌肉要放松，这个的肌肉感觉在放松的感觉，这块的肌肉也在放松，额头去找肚脐眼的感觉，来试试看有没有感觉拉伸的感觉。对，哎，这块再起来一点，对，你就松一点，你要松一点，对对对 ，yes，OK， 这块也要放松，肩头也要放松，往中间夹的感觉，两个肩头往中间夹的感觉 ，very good，OK， 起来，有感觉拉伸吗？哪块？这一块是吧？如果是拉伸的时候，如果感觉是这一块就还不对，要再往上点，应该是感觉这一块的拉伸。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两个动作。刚刚我们不是在地上的时候，不是已经拉了这块了吗？然后我们再来同样的感受一下这个位置，给它完全顶出来的感觉 ，exactly。完全肩胛骨往后夹，肩胛骨完全往后夹，然后胸往外打开，完全打开的感觉非常好。然后小肚子往回收，不要小肚子塌腰塌出来，不要在这塌出来，没有啊，让胸这块出来。对了，对吧？然后反面，哎，找刚刚这个拉伸的这个感觉，哎，就是这个感觉。OK， 吸气，在这个位置上，吐气，唉，吸气。吐气 ，OK， 那我们来吸气，把胸打开，回到刚刚的样子。吐气，回来刚刚的样子。吸气，啊，你看，一个对，吸气的时候胸出来，但这块不能起夜，非常好。吐气啊，想着这块的流线肌肉往下松，吸气。胸顶出来，肩膀往后，斜方肌往下放，斜方肌往下放，吐气啊，吐气回来，回到刚刚的反面的拱形，吐气回到刚刚的样子，再吸气啊，对了，你也紧张啦，放松 ，exactly， 吐气啊，这块留下来，对这块肩不要有紧张度，吸气。放下这块往下放，这块往上抵 ，exactly，OK， 放松。所以看到没有，最大的一个挑战，Sophie 刚开始前2次蛮好的，后面累了之后就开始用斜方肌帮忙了。那着重一开始就是吸气，就很容易这块要起来。这一块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像我自己课程里面
目前正在学习的学生们，他们刚入课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太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在电脑面前，或者这样子看手机，所以我们这块是非常非常僵硬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这一块是没有空气感的，就没有那个 fluidity， 没有流动感。那跳舞的时候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你看我刚刚前面做了一个示范，我再做一下，虽然我不知道能不能精准的100%复刻啊，我刚刚下面做了一个啪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是不是？虽然脚下发力，上身要表达出来的，但是你看我要上身这一块没有空气感，是僵硬的时候，你看我这个动作，脚下练的再好，上身要僵死了，所以这个力量到下面，是不是？我的这个身体拉开，收开下，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这一块。虽然你看到的是我的腿和我的手的动作，但是如果我这块没有流通感的话，这就是很多人跳舞的问题，这一块没有解决，这一块被忽视了。学动作光学手脚了，没有这一块，不会动，不会呼吸，没有表达性。回到我们刚开始前面的阶段，是不是我们有这个你说我们是在做手的动作吗？确实，但其实这块是有表达的。我是把胸打开的，关回来的，你看到没有？开关是这个，是有气息。包括我们在做脚的时候，蹦擦擦，蹦擦擦，看到这个啊？我前面没讲，因为我们的重点在脚下那个律动，那个动势。但是你看，加上这块的配合，没有手，这个动作都很好看。但是你没有这块的话，是这样的状态。对不对？这一块就是我们要在这个进步中 free ourselves， 就是释放出来的感觉。所以其实你看啊，我们的身体啊，它的一个形态就 review 就揭发了我们人的一个状态。当你是一直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是非常的僵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不管你是因为要热爱跳舞，你要去学习，还是说就是平时生活里面，我们都急需要舞蹈去帮我们改变状态。因为当我们把胸打开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开阔了。当我们把这块的流动性练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有空气感了，我们就有更多的自由了，这个身体就放松了。包括我们前面做这些蹲起的动作的时候，就是从平日生活里这种状态，或者这样的状态，瞬间找到了一种平静的感觉，这种与地面连接的感觉，与自己的动作、身体的节奏、心跳连接的感觉。Open yourself to the world， 把自己打开的感觉。OK，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包括我自己在练习的时候，就会让我感觉，哇，原来我的人生不光是我的各种问题和压力，就是我跳出来，当我在舞动的时候，会发现原来人生还有一种新的意义，原来是肢体在舞动的时候会是那么的有活力，那么的充满意义和乐趣。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让大家体会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练这一块的开合。那我给大家分享3个方法。第一点呢，就是要在意识上知道这件事情。那相信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在跳舞的时候去问自己，我的躯干在每个动作的时候它用上了没有，它是怎么用的，它具体是在什么状态。然后就是通过软开度的训练。那我们前面做的2个拉伸就是针对这一块，那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方式，大家也可以自己下去探索。那往后的这个弧度也要往前的这个弧度，这样子首先我们在软开柔韧性上，关节的 mobility 活动度上，就首先给自己创造一个可以柔软的机会，然后就是通过力量的训练。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就是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如何用力量去做到这一块。让我们再回到胸往外打开的位置，大家转过来，
我们要让自己的斜方肌往下，不要在这儿的时候这块起来了，脖子要拉长，斜方肌这一块要往下找这个位置，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哎，摆好，胳膊肘往后夹，吸气，吐气，吸气的时候胸再张开，吐气，吸气，吐气，非常好，对吧？然后反面，哎，找刚刚这个拉伸的这个感觉，这个感觉的时候，这一块的肌肉应该是流线的往下垂下来的，而不是这样往上挤的，应该是这样放下来的，完全放下来的这个感觉。OK， 在这儿。OK， 那我们来吸气，把胸打开，回到刚刚的样子。吐气，回来刚刚的样子。吸气。啊，你看，一直在注意。所以我们一定，这就是可能有一点反人类吧，就反自然吧。就因为跳舞的时候，我们反自然，往往找这种高。你看，一吸气，脖子出来了，是不是非常的优雅？这个像个这种感觉，而不是。所以我们就要去练，就是从我们这样重复的去练的时候，我们要有意识的说，大家可以跟我的指示再想想，我们在起的时候就要感受到。哎，这块要放下来，这块胸顶上去，然后吐气的时候，啊，来吸气，哎，肩膀还要再对，这个就是我们要重复一直在吐气，去把这个练到自己的身体里面，长到自己的身体里面，以后一做就是这样子的。好吗？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大家学舞的时候容易犯的问题。那就像刚刚我的2位朋友，同样的动作在不一样的身体里面呈现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有不一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设计了一种陪伴式学舞的蜕变方案，因为每个人的身体不同，需要的练习方法也不同。跟我学，每周你都可以把自己的练习视频发给我。我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亲自录制视频，分析你的问题所在，并给你一个专属的训练方案。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做，你才可以用最短的时间看到最明显的进步。如果你想要这样的陪伴和指导，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来加入我。好，我们继续。OK，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学一个小组合，动作很简单，然后我直接放音乐，我们来边做边感受动势。感受胸部的开合以及脚下重心的转换，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音乐把这组动作做好之后，我们再换2个截然不同的音乐，再来感受一下。通过音乐和动作，让我们去感受舞动的乐趣。那我们就开始吧。这部分的内容，大家如果第一次没跟上没有关系，可以前后重复的多来几遍。脚步的4步，第3次。第4次变，上步2次，左右左反面重复的，同样的组合，往右走，右脚出来，右左右，再来一遍。第2个音乐完全感觉不一样啊！是柔的感觉，大家可以根据音乐自己来找表达方式。
Yes， 最后一个音乐，看看音乐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灵感，自己去探索。有很多的空间，我们没有对错的。舞蹈动作是要让你自己来定义的，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自己在找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非常的好。今天的这节课，我们没有记动作，没有学复杂的编舞，但希望你找到了真正舞动的感觉，用音乐和动作激发律动和情感，用下肢能力找到稳定和控制，用胸腔让动作充满呼吸和流畅。有了这些感觉，你就开窍了。那下一步呢？作为新手，接下来应该练什么？还有哪些能力是你必须建立的？点击这个视频，让我在那里告诉你。